么样的小区底商更有商业潜力？可能只有神仙才知道答案。不过，广州的六运小区向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些思路，那就是底商的商业价值取决于附近的环境是什么样，以及它拥有什么样的空间设计。怎么样，是不是很魔幻？小区变成了逛街的地方。如果我有朋友最近来广州旅游，那我非常推荐他把吃饭和逛街的天赋带到六运，但仅限于2026年6月1日以前。因为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留言，如果这些信息是真实的，那么产生噪音和油烟的门店有可能会在6月1日以后调整经营。到那时候，六运小区到底适不适合推荐给别人赏玩，那得到跟前才搞得清。不过说来也奇怪啊，小区是用来住人的嘛，怎么就阴差阳错开出来这么多商店，让咱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跑过来打卡呢？这完全是规划之外的偶然。至少有一大因素吧，就是马路的布局塑造了六运小区的烟火气。六运小区毗邻天河城、天环以及广州最离谱的4A 级景区正佳广场。这哥仨几乎是广州的城市地标，旅游的人、逛街的人、办公的人全都往这儿跑，催生了因工作、旅游、娱乐而衍生出来的复合消费。这些消费不一定非得发生在商场里，还可以外溢。那么可以朝哪些方向溢出呢？只能是六运了。其他几个方向先不说有没有东西逛啊，一想到要过马路，等红绿灯，就懒得动了。篮球运动员加里佩顿有一句名言，说我过掉你就像过清晨的马路。那我猜他说的应该不是这种马路，因为从这儿过马路稍微有那么一点麻烦。比如我要去对角的广州购书中心，那我必须得走地下通道，一路上需要急停、加速、提前变向，crossover， 得做很多假动作才能到达目的地。有时候还会在地下通道迷失自我，想不起从哪儿来，要到哪儿去。总之太考验技术水平了，所以我特别喜欢从这儿过马路。再来对比一下六运小区旁边的天河南1路，佩顿先生应该说的是这种没难度的马路，过街的行人都处于放松状态，从容不迫。六运的流量简直是大风刮来的。高客流和容易穿越的马路是外因，小区的底子可不差，每经过一个路口或者转角，都能带来更丰富的步行体验。每多走一步，都会看到意想不到的新景色，你会忍不住想把这地方所有的东西都看一看。广州没有江南园林，但是有六运小区，小区里的道路已经不能称之为路网了，夸张点讲，那是道路的数学积分。这里的商业形态并非源自顶层设计，因此也不会有标准的动线规划。商铺就像一座座小岛，行人和游客用双脚自行开辟航路。在六运，你可以随意规划自己的航线，随时准备好用双眼去迎接非标准化的招牌。如果说体育系的商场代表精致的效率，那么六运小区就是生动而新奇的混乱。这种奇特体验很大程度上是被小区无处不在的褶皱形态所造就的。譬如我们刚刚探索的东侧片区，设计于80年代末期，它采用了很新潮的蝶式外形，充满褶皱和棱角。当住宅演化成商铺，就拥有了270度的超大连接面。古典式的住宅布局又让道路在楼宇间曲折延伸。商铺虽然相互独立，但看起来层层嵌套，令人体验到先锋式的混乱。西侧有着不一样的风格，其实这里才是真正的六运小区。它和隔壁刚才咱们看的体育西小区都是开放式的布局，于是相互融合。逛街的人所讲的六运，其实就是这两个小区加一块儿。那真正的六运小区，它延续了80年代初的设计理念，住宅楼有那么一点苏式风味，但同样充满褶皱，适合开成商铺。
行列式的住宅楼布局让道路横平竖直，所带来的是充满烟火气的混乱，而且气势磅礴。这些烟火气来源于办公、居住、娱乐、餐饮的相互叠加，是一种很优美的复调风韵。哎呀，我这吹的挺像回事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商场和交通节点带来的高客流、充满褶皱的空间设计，这些只能算烟火气的必要不充分条件。那如此光怪陆离的购物场所，它真正的塑造者其实是看不见的市场之手。这里就有必要说一说六运小区以及它附近环境的前世今生。把时间线拨回到1987年12月3日，这一天，六运会男足决赛的辽粤大战正在眼前的体育场上演着。借由这次全运会所点燃的城建引擎，天河区也在城市规划中横空出世，混沌初开，体育系三巨头尚未诞生，附近的唯一地标可能就是刚才那座体育场。而那时候的六运小区是六运会的运动员宿舍，它拥有灰白色的外墙，看起来很像赫鲁晓夫楼，在那个时代毫不起眼。2年以后的1989年，运动员宿舍以商品房的身份进入市场，摇身成为小区。于是初代六运小区这时候开始积累人气了，但是它和现在的商业形态还差好一段距离。我相信那时候的很多购房者就是想买一套地理位置不错的住宅，而不是用来做生意。剧情的拐点发生在1996年，那一年天河城横空出世，体育西路、体育中心这2个地铁站在随后的1999年投运，几乎与天河城的开业同步。六运小区也开始显现出商业的潜力，各式各样的商铺持续入驻。在此后的2000到2010年代，住改商成为了媒体谈及六运小区时候最主流的叙事。而在意识到小区潜在的商业价值以后，有一些住在2楼、3楼的业主开始让渡自己的居住空间，租给商户开店赚钱。六运小区就以这样的方式一步步变成了咱们熟悉的样子。今天我们可能会把六运小区描述成网红打卡地。网红这个词现在大概是中性词，它代表了高流量，也在暗示消费者的趋之若鹜。但是有必要强调一下，六运小区的商业并非空中楼阁，它反而透露出一种源自普通人的生活日常，而又向新潮方向勇敢探索的气质。另外，有些人来六运消费，他就是想体验新奇的环境。那老说卷价格、逐底竞争，那在六运呢，服务和环境也值钱，这肯定不是坏事嘛。那拍完视频，我本来想推荐一家很有特色的麻辣烫，拍个吃播。那个店就在六运里面，以前吃过好几回，但是这次仔细一看，发现换了招牌，就搞得我心里没底，不太敢拍了。于是就临时改去体育西横街，吃了一家日本拉面馆。这2个店我以前都经常吃，在出品上，我感觉这2年多多少少有一些变化，但在广州还算是比较有特色，我仍然愿意来。如果以后有一天他们忽然结业，那我还是会心疼的。而对于那些开在六运里面水准又比较在线的店，哪怕他搬去了别的地方，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告知，以后我高低去打个卡。结尾呢，还是 call back 一下，哪里的底商最有商业潜力？我想把这个命题转化一下，那就是什么样的地方会出现意料之外的烟火气？六运小区的例子告诉我们，如果自上而下的规划和自下而上的市场可以产生出来一个交汇节点，那么这个节点就很有可能生长出超预期的烟火气。而为这块热土浇水施肥的人，就是正在看视频的各位，无论每个月挣5000还是挣2万，只要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，在能力范围内为它消费，就一定会产生一些涟漪。或许下一个六运空间
正在被我们孕育。